你是不是在苦恼履历该怎么写，作品集该怎么准备？担心面试太难，不知道如何准备，或担心入职后跟面试时的想象不一样？大家好，我是技术人员 Ron。在看这支影片之前，建议可以先看一下上部影片，整体观看体验才会比较流畅。那么这部影片就要来接着讲如何投递履历和准备面试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讲投递履历的部分。如果在上一部影片中有照建议的方向，已经筛选出了自己想投递履历的公司后，接着就是准备和投递履历。那我自己也投过跟看过许多履历，也当过主管跟老板，筛选过很多履历。这边有几个一定要知道的重点分享给大家，并且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履历是 NG 的。1. 求职信。如果你的履历有幸被打开来看到话，最先看到的一定会是求职信。但是如果你的求职信是用预设直接寄出的话，就会是像是这样。您好，我叫哥布林，近日得知贵公司在征人，希望能有参加面试的机会，谢谢。直觉给人的感受就是乱枪打鸟的感觉，这种的求职信很高几率就会被直接跳过。那怎样的求职信才会是吸引人阅读的呢？首先你要先搞懂人资打开履历想看到的是什么。今天人资会打开履历就是为了要找到适合这个职缺的人才，所以他们会尽可能快速的去掌握求职者的能力，判断求职者是否能够胜任职务，以及解决公司的问题。这个底层逻辑会贯穿整个应征的过程，这点可以笔记一下。回到正题，如果你的开场没有马上让人资一眼就知道你大概的状况的话，他也很难继续往下看。要知道，面试其实是一件很消耗人事成本的事情。一个面试官如果要认真面试一个员工的话，他至少要提前准备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先看过履历。如果是面试更高职位的话，甚至会提早更多的时间去仔细了解这个求职者的背景，这会是一件很消耗面试官时间的事情，所以才会有人资初步筛选的阶段，目的就是帮助面试官节省不必要的时间成本。那么怎样写求职信会比较好呢？我认为一个好的求职信最少要包含3个重点。1. 自我介绍与动机，说明你是谁，为什么想应征这份工作。2. 对应职缺的能力与经历，针对职缺的需求，具体说明你的经历与技能如何符合，必要时可以附上一份针对该职位设计的客制化电子履历。3. 表达期待与感谢，最后简单表达你期待有机会进一步面谈，并感谢对方拨冗阅读。这样的写法能让人资在短短200-300字内快速掌握你的基本背景与动机。若对你有初步好感，就更可能接着详读你的履历内容。2. 客制化的履历，你的履历最好能够马上切中公司职位的需求，这样就会有更高几率引起人资的注意。比如公司需求是有做过手机游戏的经验，你可能第一个作品集就是先放相关类型的游戏，又或是对方需要的是管理职的经验，那你就可以重点描述你的相关经历，这样人资就会知道你有相关的经验，就可能感兴趣而往下延伸看其他的内容。3. 履历内容，履历不要写得太冗长，最好在1页内就把你的经历跟能力讲清楚，所以通常好的作品放最前面当做火力展示即可。此外，你的作品要可以查得到，最好是已经上架或是有公开展示影片的，因为这会表示这些作品都具备一定的完成度，有接近商业化的等级，这会是属于比较加分的内容。如果是放一些练习或小功能的作品的话，老实讲这并不会加太多分。如果你还是新手，目前手上没有作品的话，我会强烈建议至少花3到6个月的时间去做一款超小型的游戏，好一点的话还可以串个广告或金流系统，并且上架到平台上，这会比提供一些练习或是小功能的项目当作品来得好。这会很直观的让面试者知道你有完成过一款游戏的经验。另外，这些作品最好整理成一个作品集网站或影片，可以直接的查看，甚至剪辑做成一个自我介绍，并加上过往作品的介绍影片，这会让人资很快的理解你的能力。4. 自传，在撰写自传时，切记不要洋洋洒洒写一大段却没有重点，例如过多的描述家庭背景、求学过程的转折、兴趣爱好或性格特质等，这些内容对于求职来说并不是核心重点，简单提及即可，建议用一段话简短带过。通常人资更希望看到的是你对履历上的经历与作品去做补充说明，例如你在某家公司期间负责哪些专案，具体贡献是什么。如果经历中有空白期，也可以简单交代当时的规划或原因，让整体履历更具说服力与连贯性。此外，如果你有使用 AI 工具来协助撰写，务必记得亲自审阅与调整内容，确保文字风格与你的真实经历一致。否则在面试被问到相关内容时，若答不出来，反而会让人资产生疑虑。5. 注意事项，在准备或投递履历的过程中，有几个常见但很致命的错误，务必要避免。1. 不要直接跑去公司或打电话应征，这是一个许多人误会的地方。有些人会直接到公司敲门或打电话询问职缺进度，甚至会当面询问为什么不面试我。这其实对公司来说非常困扰。公司透过平台刊登职缺，
是希望能有系统的做履历筛选，节省人力成本。如果你有投递，但迟迟没有联络，通常代表你的条件与公司目前需求上有落差。这种情况下，主动打电话或现场拜访，反而会让人资留下负面印象。2. 履历不要灌水或造假。除了学历，作品不能造假，过度美化自己也要注意。游戏业其实不大，很多前主管、前同事可能与你下一份工作的公司有所关联，一问便知。比如，我曾遇到一位求职者，自述自己是前公司的城市第一人，但实际上一细问后发现，该公司团队只有2-3个人，而唯一一位工程师就是他，那当然是第一人，没错。但这样的表述就显得夸大不诚实。3. 履历内容应清楚，具可查证性。有些人会写前公司资料不公开或作品保密，甚至连公司名称都没写清楚。若又搭配看似不合理的高薪资，却无任何佐证资料，会让人资怀疑真实性。通常这类履历连看都不会看。4. 前一份薪资只能作为参考，不是谈判筹码。若你前一份工作不到1年，这段经历往往会被视为不稳定或无效经历。尤其在游戏产业，一个专案常常至少半年以上，待不到1年的人，就代表基本没经历过专案的完整流程。再来，不同公司的薪资差异可能来自行业别，如博弈、外商、职责范围或产业结构。即便你前份工作薪水较高，也不能直接要求新工作的待遇跟上一份工作一样或是更高。提一个我自己遇到过最夸张的案例是，求职者前一份工作是帮家里工厂工作，月薪7万，他想转行到游戏业，希望公司可以把他当学徒教，但他履历开头就直接写，因为我帮家里工作，月薪有7万，所以我希望薪资不能低于这个数字。我看完求职信后，只有一个感想，那你还是在家帮忙吧。5. 保持耐心，持续学习。有时履历没有回应，不代表你不够好，可能是人资正在休假，负责主管不在，或是职缺虽然刊登，但暂不捉急找人。像104这样的平台是一次购买一段刊登时间的，所以公司即使暂时不补人，也可能因为刊登时间还没用完而持续挂着职缺，看看会不会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出现。因此，不要太执着于单一履历的回复，持续学习，充实作品集，自然就会有合适的机会出现。关于履历的部分，这边先简单总结一下，投递履历不只是格式问题，更是你给公司的第一个印象。从撰写求职信开始时，你就必须清楚传达自己的动机、能力与职缺的对应关联，并避免流于自视或乱枪打鸟式的内容。接着第二部分就是面试阶段了，在收到面试邀请时，其实就已经开始面试了。这边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，公司在面试你，你同时也在面试公司。这边我就分成3点来说明一下面试阶段可以注意的细节。第一点，事前联络。一般来讲，人资会透过平台或 email 进行事前联络，会告知一些详细的资料，通常会包含以下几点资讯：面试可以的时间，一些简单的事前提问，要准备什么资料，有没有事前测验，比如上机考、试做功能等，整体面试的流程、面试的方式或面试的地点，是否同意参加面试。这部分通常按照对方的需求，有礼貌的回答就好。但如果你接到的面试邀请很没礼貌，又或者搞不清楚状况的话，这通常就是一种警讯了。如果人资或是主管是这样，那么你也可以延伸想象该公司的状况会是如何了。那怎样算很没礼貌，又或者搞不清楚状况呢？1. 资讯不说明清楚，比如没有告知面试的流程或面试的地点，要面试者详细追问才补充说明。2. 对于约定时间没有给予弹性的选择，比如就直接问说明天下午2点能不能到办公室来面试，不是所有人都住附近一样，也并不是每个人时间空出来在等面试。这样的询问方式就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3. 已经回复确认会参加面试后，人资直接消失没有回应，这样会给人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。4. 给错资料或是忘记面试者是应征什么职位的，这点小错误通常道个歉就好了，不是大问题。但有些人资可能死要面子，或是不想背锅，就会把责任甩给面试者。我自己遇过一个状况是对方给错会议连结，我加入会议开始过了5分钟后，发现都没人加入，才去询问人资，对方才给我新的连结。结果一加入会议就听到人资先开口对主管说，是我这边没看清楚资料，他有更新连结给我。这种会背后捅刀子的人，最好不要和他当同事，尤其他的职务又是人资的话，会很容易被弄，最后当然也没有选择去这间公司。但我必须说一点，其实很多求职者也很常有一些很不礼貌的行为，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守时守信。很多时候面试者都会迟到，一般来讲迟到10到15分钟其实都还在可接受范围内，迟到半小时就有点夸张了，甚至很多面试者是直接不来，然后也不告知一声。坦白讲，这点其实很严重，
因为平台是可以回报面试失约的，如果你失约的话就会被检举，严重的话是会被封禁账号的，所以建议务必守时守约，就算不去，最少也一定要联络到对方并告知原因。接着第二点，公司环境观察，这点可以接回到上一部影片所提到的内容，公司的位置是否跟登记位置一样，面试地点是否选在办公室内，如果面试地点约在咖啡厅或其他非公开的场所的话，这点也需要特别留意跟小心。进到办公室后，你可以观察一下公司跟接待人员的状况，其实这边有很多细节可以观察，这边分享一些可以观察的点。一、接待人员的态度，接待人员是否会主动引导面试人员到会议室等候，一般来讲可能还会先准备一下水或是带回面试需要的资料，但我也有遇过态度很差的状况是，接待人员直接叫你在门口等，然后他继续跟旁边同事聊天。我想说询问一下是不是有记得今天是有面试，对方才用不耐烦的口气说知道了，主管在忙，等一下他会出来带的。从这个态度我就知道这公司不能去了，因为光从最基础接待人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，公司的管理制度是有问题的。接待人员连最基本的工作都没完成，反而是让主管忙完之后再自己出来接待，而自己却在跟旁边的同事聊天。二、公司的环境整洁程度，相关设施是否属实，可以看一下公司是否有维持良好的环境，相关设施跟空间是否跟职缺上说的一样。我自己听过朋友描述，最夸张的公司环境是员工都边吃饭或零食边工作，很多人的垃圾都不马上拿去丢掉。有一天他午休到一半，天花板忽然掉下来一只超胖的老鼠到他同事的桌上，如果是我肯定不想在这种环境上班。三、员工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氛围，在走到会议室之前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下员工在工作的氛围，甚至有机会看到荧幕或是听到在讨论的东西，这边也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状况。如果办公室隔间很高，表示公司可能不太喜欢员工间有太多交流，反之没有隔间或隔间很矮，员工间的交流更方便，自然也就会更多的交流。如果员工看过去一眼都在认真的工作，可能表示员工正在赶进度，有严谨跟有效率的管理制度。员工边看影片边工作，表示工作上相对开放，没有要求的这么严谨。然后感受一下整体的工作氛围是怎样的，是轻松愉快，时不时有人在交谈的，或是大家都戴着耳机闷头工作，又或是很吵闹的感觉。因为这就是未来你要工作的地方，自己可以想象一下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氛围。第三点，面试阶段，首先可能会有笔试或上机考，这个步骤不是每个公司都会要求的，但通常小测试都是一些简单的内容，并不算太难。但要特别注意几点，从一些测试题目也可以知道公司的流程有没有问题。一些老牌的公司很喜欢叫人写智力测验，或是拿一些考古题出来考试，但我坦白讲，我体验过，这测验感觉就很蠢。我那时候的经验是，我一到公司报到，就直接被关进会议室写1个小时的考卷，总共2张智力测验，2张考古题，可以用手机查资料。智力测验档案不用说，都是一些脑筋急转弯的考题，而那些考古题的题目很大一部分都跟面试的工作内容无关，有些甚至已经过时了，不过我还是花1小时把考卷给写完了。最后面试官看的时候，就只随便看了2眼，就把考卷丢到一旁，直接开始面试。我当下就疑惑地问一下说，所以写这考卷的目的是？他说，就既定流程啊，看你应征什么职位就给你什么类型的考古题，你想要多写的话，我们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写。我当下的感就是，这个案例我想表达的是，面试前可以有一些事前测验，帮助面试官了解面试者，但这个测验它最好跟你面试的职缺是有关联的，不然你就等于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，甚至有些考试都流于表面，本身根本没有什么意义。接着是口试面试环节，这个阶段面试官会根据履历或刚刚测试的结果进行面谈。一般来说，这个环节大约30到60分钟左右，不会需要太久的时间。那么通常会被问什么问题呢？第一个问题肯定会是自我介绍，这个自我介绍很重要。很多面试者对于自我介绍做得很随便，常常简单随便讲几句而已，甚至有的会直接说都在履历上自己看。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让面试官更了解你的机会。你可以结合刚刚在办公室看到的内容，猜测对方想了解的内容，然后重新推销自己。另外，面试官通常很忙，有时候他可能是临时被抓来面试的，那他就会需要一点时间看一下履历，这时候自我介绍就会快速的帮助他知道要看那些内容。但要注意有一些面试的方式，体感上会让人不舒服。我自己遇过的状况是，对方一上来没有打招呼，或有个简单开场，甚至连双方自我介绍都没有，上来第一句话就是，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类型游戏的经验？
接着就开始一连串的问题一直问，问的问题也是问一些无关紧要或是没技术含量的问题。最后问完之后没有自我介绍，也没公司介绍，就说好，那我们面试到这边结束。其实可以从谈吐中感受到，他们没有很尊重人。通常面试官是你未来的老板或主管，如果他们是用这种态度在面试的话，可想而知加入公司后，对方也不会尊重你，他们可能只是想找一个工具而已。回到正题，那自我介绍这段结束后，接着就会是问答环节。面试官可能针对履历、技术、过往经历等进行提问，就如同准备履历时提到的，如果履历上有空白期，写不清楚的地方，都会在这个阶段来询问。这部分照实回答就好，我觉得没什么技巧可言，基本上只要足够的实力就会有自信。会扭扭捏捏或闪躲着回答问题的话，通常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。不过问答的过程中，你其实也可从面试官的提问中反推敲出他是什么类型的面试官，因为通常面试官就会是你未来的主管，所以他也是在挑选未来跟他一起工作的伙伴，而面试者也应该挑选你想在怎样的主管底下工作。这边我依照我的经验分析几种常见的主管类型。1. 高压技术型，这类型的通常是技术主管或资深技术的人，特质就是会问一些技术面的问题，甚至会针对细节进行询问。好处是加入团队可以预想在技术方面可以有所提升，但这类型的人通常会有一个很常见的毛病，很容易开始用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当作问题问求职者，要展现他在技术领域上的权威，比如公司研发的项目是2D 手游开发，未来工作内容也是2D 手游相关，但他问题却是在问次世代游戏相关的技术。如果你发现询问的问题很多都超纲或与工作内容无关的话，就代表这面试官在尝试用他擅长的知识去压面试者一头。2. 和蔼可亲型，这类型的面试官在态度上会比较温和，通常不会针对技术面问太多问题，比较会问一些团队合作时的处理方式，所以这类型的面试官面试过程都会比较轻松。但这也会是双面刃，如果你发现他问的问题没有深度，只是走个过场的话，很有可能他会是一个传声筒或烂好人型的主管。加入团队后，很有可能因为这个特质的关系，导致会有额外的工作产生。3. 感性直觉型，这类型的主管在问问题上就会比较跳跃，有时候甚至还会忽然打断面试者的讲话，问的问题可能也会没什么逻辑，面试过程中会感觉到比较乱或莫名其妙。这类型的主管比较偏向感性的思考模式，好处就是自由度高，但坏处也会很明显。跟他一起工作会无法预测工作内容，常常会临时要赶东西或处理事情。4. 目标导向型，这类型的人通常都会是老板或更高阶的主管，问题除了对基本能力有要求外，更看重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所以问题通常会放在如何解决问题，会不会自主管理上。在他们底下做事就是自由度高，可以有发挥的舞台，但缺点就是不会有太多的指导跟回馈，遇到问题要想办法自己解决。以上4种面试官种类没有谁比较好的问题，通常每个类型的主管如果太过极端的话，都会有各自的缺点，就看你想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而已。就像有些人会觉得在技术型主管底下做事学的比较多，另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技术型的主管太过死板，且只能照他设定的逻辑做事，很不灵活，就端看每个人的选择。接着问答环节完之后，面试官会稍微介绍一下公司环境、福利待遇等等的。但如果面试官到这边就喊停的话，那就表示大概是能力不符合预期，也就不需要往下谈了。一般这个阶段也会问一下你的预期薪资，这部分就依照上一部影片提到的评估方法，提一个你预期的薪资。那这边很常会有人会听一些朋友或家人讲说，薪资要开高一点，肯定会被杀价。但我的建议是，你就抓一个你确定的薪资，比如你要38000，那薪资就是38000左右，间距不要太大，也不要故意开高，就坚持你想要的价格就好。接着就会有几个状况，面试官同意或是会在评估后，后续通知面试结果时告知，不然就是会直接否认这个薪资。如果对方否认这个薪资的话，通常新鲜人比较没有喊价的骨气，会有点慌，这是正常的。因为如果你有工作经验，有拿过差不多价值的薪资的话，就不会这么的怕。这时候我会建议可以反问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公司预期的开价是多少？第二个，我想拿到我的预期薪资，公司有没有调薪的标准，或是升迁的流程？就如同前面有提到的，你认为你该拿多少薪资就去争取，因为薪资本来就是双方谈妥后的价格。如果公司最终的开价跟调薪的条件你不满意，可以选择不要选择这间公司，但不要谈妥并开始工作之后，又每天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少之类的。身边朋友就有这种案例，他面试录取一个新人，薪资、工作内容、工作制度也都有交代清楚，也因为是新人的关系，有派人带这学东西，也没有超时工作或加班的问题。
但这个新人光来第1个月就请假2天，并加1天事假，结果第2个月看到薪资因为请假被扣薪时，他就直接提离职了。原因就是他觉得公司给的薪水太少了。不是假不是你请的吗？好了，回到正题，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，这环节很重要。前面我提到了很多可以询问的部分，这个环节都可以仔细询问。如果你对公司制度、薪资、福利等有任何疑问的话，都可以提出来。一般面试官或是人资都会回答详细的资讯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很多时候面试官都会说都可以问，但这是表示请你问跟你或跟面试相关的问题，而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问，比如面试官的私人问题或公司的机密之类的。虽然正常人可能会觉得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这么天兵问这种问题，但真别说，我还真遇过问奇葩问题的人。比如有人会问说公司年营收多少，也有人直接问面试官年资几年。这些问题只要一问出来，不管前面面试面得多好，这问题一问，基本上直接大扣分，甚至会被直接淘汰掉，因为不会有人想跟天兵一起工作的。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分享，从履历撰写、作品集准备、面试流程、公司观察，一直到最后的反问环节，我都尽量用自己的经验把该注意、怎么注意的事项都一一说明了。不过要记住，求职这件事没有标准答案，薪资的部分也是谈出来的，你能准备的越充分，就越有机会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公司。记得每一次面试不只是公司在挑人，你也在挑公司。与其事后抱怨待遇不好或环境不符，不如在面试时就问清楚、看仔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，有问题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。